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那么本期视频开始的话，我将主要是讲一下这个 JavaScript 这一块的一个内容。那么JavaScript 简称嘛，一般性来说都是 JS。那么 JavaScript 是面向 Web 的这个一个编程语言。那么现在绝大部分的这个现在的一些网站，我们都是在用的这个 JavaScript 这个语言并且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这种 Web 浏览器，它都是基于呢这种桌面系统啊、游戏机啊、一些平板电脑，还有智能手机的这些浏览器，那么它们都是里面都包含了 JavaScript 的这个一个解释器。那么基本上现在所有的一些软件基本上都会用到 JavaScript 这个语言。那么其实就因为如此，所以说 JavaScript 现在已经变成了有史以来用的最为广泛的一个编程语言。那么像我们目前做 Java 开发这一块，那么在项目里面，那么左外项目里面肯定是需要用到这个 JS 这一块内容。那么接下来的话，我将开始我的一个教程。那么今天是第一课，的话，我将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变量内容，就是 JS 的变量内容。那首先在开之前，那么我们还是要认识一下，就是说在 JS 里面，首先如果你要写 JS 代码的话，你首先要把它写在一个代码段里面。那么我们这代码的话，你就说肯定要写在什么这个里面，就这个圈，你们首先要记住。就是这一段，这段就是一个 JS 的一个代码，必须写在这个里面。写在这里面，那么整个一个JS 的代码，那么才会被整个一个页面所认，否则的话呢，页面就可能会不认的。那么，然后在这代码段里面，就在代码里面，我这边写好一段嘛，这边就开始段里面。那么我们首先要赋一个值，比方说我要赋一个值的话，那么很简单，就 var 赋值，赋完值之后，那么你要赋到哪个值里面去呢？那比方说我新建一个，a 的变量，那么最后是以一个分号来作为结尾，那就是说我已经赋好一个 a 的一个变量了，一个变量，那么它有值吗？那我可以比方说 a 等于什么？等于1，也可以等于0整数嘛。我也可以变成比方说 0.01 都可以的变量。那么你比方说我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这样子吧？我就一个写下去，比方说 var， 比方说 b 等于 b 什么等于 b 等于到这边我已经有一个 x 等于7，那么 b 我就等于18。我写一个，然后分号冒号分号结尾，那说明我现在已经通过 JS 这个语言，我赋了一个变量 b 它值呢是什么？是18这样一个值，对吧？那我如果还是新建一个，比方说我新建一个hi 这样一个变量，对吧？ hi 变量是什么呢？比方说我可以把它赋值成一个文本，比方说today is a good day， 对吧？ good day 就是这样一句句子，那么这个就可以，也是可以的，没什么问题。但是最后你要记得必须加一个符号结束符号。那么我们除此之外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，比方说一个运算 var， 比方说我先做一个什么呢？ c 是什么？ c 是等于什么？ a 加 b 的一个运算，对吧？那这样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 a 加 b 的一个运算，我们比方说两个数字，当然可以把它加起来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，首先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情况，那么我们再来，当然我们还可以，比方说 var， 我们
BAR 比方说 D 这个变量 ，B 变量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变成那个吗？布尔值吗？可以。Truth。那我也可以 var 等于，比方说 e 等于什么？等于 false， 当然可以。那么用 BAR， 比方说一个 G 变量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什么空值呢 ？non 值呢？当然也可以，就这样子。那这些就是说，只要你用 var 来辅一个，来确定一个变量一个内容，然后再辅一个值上去，那么这个变量就成立了。那么可能大家会问，那么我既然辅完值了，那么我怎么把它体现在我的显示在我代码里面？那很简单，我们就很简单，比方说你这边要用对吧？其实来说，我们如果要把辅值，首先你要在整个一个 HTML 因为是整个页面里面，你首先呢要建一个，比方说一个标签，比方说 P 标签建完之后，我有一个 ID， 我是一个 ID 等于什么 ？ID 等于或者一 class 也可以，其实基本上用的是 ID 或 class 两种为主，比如说 ID 等于 demo 或者 class 等于 demo。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我还是用在 ID 上面，通过 ID 来定位到这个标签。其实整个 JS 就是在整个页面搜索到这个标签之后，它把标签上面对应的值附上去。那么我们很简单，现在我做完之后，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值辅到这上面去呢？很简单，就用 document 这句话来上来。我们要辅这个值对吧？我们来看，大家可能仔细一点。比方说，我现在要用什么？首先我们记住 ，JS 里面有一条规则的，是用 document 点 get element 把 ID， 这边就通过这个 ID， 对吧？那我这边是 demo， 比方说我把它改成 demo 1可以吧？可以啊，改成 demo 1，那就到 demo 1来复制，通过这个变量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来辅值是什么呢？比方说，我要找这个 A， 对吧？我们前面有个 A 是等于0，那我们再来保存一下啊，等于 A， 就把这链 A 复制到这个上面去。我们来看一下啊 ，A 等于0。那如果说我们不要 A， 我们要个 A， 比方说我们要 B 呢，放 B， 因为 B 今天18嘛，那我们就把这个 B 给放到这个 P 标签里面去，没问题。我再保存一下，然后刷新一下页面，变18了。就是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是在上面做这个事情。那我们现在有运算嘛 ？A 加 B 等于多少？等于是8个 C 放上去。你看 C 可以显示出来吗？已经做完东西，刷新一下。不过刚刚我们有那个，我们调整一下，这样比较好。这样可能会感觉数字有点变化，18加1等于19，那么变化19，对吧？那我们这边其实可以加上文本框，比方说我们这边就是什么 A 加 B 的值是多少？就是 C 嘛。就是只要你把这个文本内容用分号刮起来，对，但是大家记得这边还有加号，因为你要把它字符串连接起来，对吧？连接起来才可以，那么你就必须要那个 A 加 B 的值是什么？是19，就很简单。这边大家可以随便写，你想写什么？只要你是文本符里面只要加好这个两个冒号、两个分号就可以。那么，这是引号，加好一个引号就可以了。那么，这边我们这个已经搞定了，对吧？那么我们是不是比方说我们要显示一个 true 一个 false， 那这是另外的比较的问题，对吧？那我如果说我们这边是 D 可以吗？ D 它会显示出来吗？我们试一下好吧。 D 是 true， 那么看看啊，它会显示这个 true 吗？ True 没问题。 False 呢也一样，也可以 true。 那我如果是 G 呢 None 它会显示什么东西呢？ None 就 None 值都没问题。这个，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就是说整个一个，因为文本来讲的话，其实除了这些东西之外，你还有一些是数组。那我这边下面其实准备好一个数组，比方说是这个book 本来有数组，
大家记得，在写的宿主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必须是用一个大括号。那么，比方说有一本书，它的书名是什么？记着，里面不是在用等于号啦，里面是要用冒号。然后呢，书名因为是文本符，那么你就必须用引号把它给挂起来。那这就是书名 ，This is a book。然后 fact 就是它另外一个属性，那么也是要用这个冒号来表示是 true。那么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用其他的呢？比方说，可以啊，但是记住，变量之间的一个隔开是用这个逗号来隔开。比方说，我们可以加一个 gh 这样变量，比方说是15。这样说吧，我们就说一个price 吧 ，price 价格，比方说我们是15块钱这样一个价格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这个已经变量做完了，那我们怎么把它给获取呢？这个其实很简单 ，book， 我们这边这个只是一个 book 内容，好吧？我们只是把变量加进去，那很简单。JS 的获取变量就很简单，用 book 点。比方说我们要用 topic 这个变量要获取到 book 里面的这个 topic 的这个内容，那很简单，就 book 点 topic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对，大家看没有 ？book 点 topic，this is a book 已经获取了，我们已经把这个东西给放到这上面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我们要获得，比方说price 的价格呢，我们可以用对点 price 这价格 book 点 plus 你这个 book 点。来获得里面的其中一个变量的值 ，book 点 plus 我们就可以看是多少价格啊？15，我们就可以 book 价格，对吧 ？book price 价格就很简单的。比方说我们要获得 fact 它的那个变属性值的话 ，fact 属性值就很简单嘛，就可以出。所以这个从变量来讲的话，获取方式是比较方便的，也是很简单的方式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这边其实JS 来说，它获取值的方式其实是有蛮多的。那么除了通过点的方式，比方说通过 book 点，就是比方说我们变量点的方式，那么它其实还有什么方式呢？还有比方说我们比方说有变量有数组。比方说呢，我们数组定义到一个 data 的date， 比方说是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一个数组是这样子吧，是等于1、2、3、4、5，是里面有一个5个变量的一个数组。那么如果说我们要获得这个数组里面的，比方说获得一个第2位的。第3位的，我们怎么来做呢？对吧？那这个数字怎么办？那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什么呢？通过这个数字来。那么我们如果说要从第1位开始，记得，比方说我们是0，你会问，这0的话有数字吗？这不是1吗？2吗？记住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0的如果是0的情况下面。看到没有？它出现1，所以记得 JS 里面它的数组，比如说你要获取这个 JS 的一个值，你可以用括号中括号的方式，用我这个方式来获取整个一个变量的值，但是它是从0开始，它是说这个第一个是0，第二个是1，第2位就是第0位、第1位、第2位、第3位、第4位，它不是从第1位开始，它是从第0位开始。那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，比方说3其实是我们看应该是第3位，但是 JS 里面其实应该是第2个 ，JS 应该是第2个位置，因为它是0嘛，0、1、2，我应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那我们这边其实就应该是获得数字应该是3数字。那我们来保存一下，然后我们来刷新。对，你看的是3这个数字，对吧？所以这个
还是比较简单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种就是通过什么方式呢？通过点一个变量比方点 topic 方式，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它的位置的方式来获得。然后呢，我们如果是要获得，比方说这个长度，比方说因为你看到我们这个 data 这个东西，你看看要获得这个数组，它有表长度怎么获取呢？用 length 这个标签，这个属性，来我们就可以获得。你看它一共是多少长度呢？那我们其实可以获得它应该是个5。我们来看看，因为1、2、3、4、5，一共是5个，长度是5。对，看到长度是5。那如果我再改一下，我们如果说再获得一些，比方说6啊、7啊，那你可以发现它已经变化，应该是7位。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一个简单的方式。那么比方说如果说是空值呢？比方说我们这边是一个空值，你看看它会获得几位呢？0。所以大家记住它这边的长度是用这个属性是可以获得的。